变个魔术啊！1、2、3，哇！开掉。哎，不对，重新来。这回可以了，变对了。大家看，是一个大喜字。其实有很多人呀，然后很多搜索的说收藏小院到底有多少身价？其实我没有钱，别说手里有钱呀，都变成古董了啊！其实真是喜爱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边这个，我用这种全是连纹的，都是写图案成了一个大的喜字，全是。然后这香水是我这边，这是我一个小小的，到底多少个我都数不清了，大概是几千个是很多项目一个不方便报，都是这些年的积累，给大家大致讲一下。这就叫做细露的缠枝花卉，缠枝莲。看嘛，有一个莲花，它是由西番莲慢慢演变而来的，发色非常的好。我收藏的都是精品全品，没有一丁点毛病。大家看这是啥？黄色的一个漆，上面还有印章这就代表文物店的火漆，都是那个时候从文物店出来。我刚才讲到说缠枝莲什么寓意呢？代表说福禄寿延绵不断之意完成喜字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时候古代的人家结婚的时候都必备这么一对放到那里，有的带喜字，有的不带喜，不带喜字的这个年份就会早一点，乾隆嘉庆左右。不过带钩子了，这就是典型的嘉庆。你看嘛，它每一个花瓣上、叶脉上都带钩，你看钩子莲跟钩子一样，这就是典型的嘉庆。你看它的花瓣就不带钩子，这就是年份的特征，但都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经历了200多年以上以后，大家发现没有，宝光非常的莹润火石红也明显发色非常的深沉修足非常干净的利落。所以说呢，跟我说的收藏在于藏所以说我这些东西在我手里都若干年，因为咱上市场的话，你看上次我们上这个这个三元化过程有一个坛要7000，这里就有点天价了。我们就说这些东西越来越少，而我这些呢，当时买的都不贵再看一下这边，全都是这就是当时我慢慢的这些年慢慢积累珍藏的。其实古董有些时候也不跟我们想象的一定就是在普通人这个脑海中，就是这东西动不动就几万、几十万，是不是动不动元青花几个亿是吧？然后成花鸡缸杯几个亿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普通的青花我们现在能玩得起，又赏心悦目的年份又好想想200多年的传承，非常非常的漂亮传世的青花瓷又是文物店这种出品的，传承有序，这叫。其实这种的话又是立件你像其他的种类的话，可能动不动都是一堆东西几万这一类的目前还是说特别值得珍藏的，2、3千、3、4千块钱就能有这么一对，而且没有一丁点毛病。其实这种也是非常非常不错，这就细露的，特别细，特别漂亮，花色也好，这有点就是雍正线描的那种感觉，满工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收得起藏得住的，我们可以玩。我一直提倡就是说什么呢？收藏无大小，量力而为之那么哪一位大家可能也都几十块钱开始玩起了，不丢人。收藏无大小，量力而为之，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我们对文化的热爱，对古董的热爱。所以说，根据自己能力，量力而行。有闲钱嘛满足精神的同时，精神文化丰富了有可能呢还能留下点物质财富给孩子。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收藏之道，对不对？我是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请关注我，给我点赞。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我把那关外的酒，有钱人口。放来面，这是大。对，时间是别的，这些都是一线。别人他给的他不能其实我不出的过了，当时人家家里拿是那个水平不够。那也是看下来的，这会上师傅的，还是师傅还得用的钱呢。以前好多人拉销量嘛去，也去过好多次，给的价格还可以，当时他不用钱好卖。他
他是咱要钱花了，买的时候也是不傻。是。明代啊，里边做的算不错的了。明代一般是底下都有的都不抛光，它是就是捡地儿的，它这个还都抛了，抛的很。明代一般不让抛，清代好。这算是明代里边细工了，藏龙轿子，这标上就是，你看这光线，这一眼特别开门。为什么有时候还仔细看看呢？现在也没法说了，有些气息做的特别好。对，你用放大镜稍微一看，蛮好。你看这些胡须，这些就是你再看这地方，你说有点小的，这地方特开门。这个得什么价？哎呀，小美样好，这什么没用。明代玉质大部分都不大好。清早期玉质也，我见过那个清代早期的玉质也都不好。我见过那个康熙官做的如意啊，上面全是那个玉里那些石花什么的，就都没得有油性。康熙官的上故宫里看到的也有那样。你到乾隆应该是，据说是乾隆24年以后，不是收复了大小河卓吗？关空了。从乾隆24年以后，啪，乾隆早期的不行，乾隆24年以后玉质立马上。我说他们都说嘛，其实说从什么到乾隆才到达玉器巅峰嘛，明代能做上这个品质就还不错了。你看咱都说子刚玉，子刚这个人是做发髻的，发簪做这个的。据考证，做这个玉簪，然后呢上边写着子刚，那是真子刚做的。说明代没发现一个子刚的玉牌，就所有你只要说我有一个明代子刚的玉牌，100%假的。就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一件，只是他名气太大了。真正见过的，他只做过玉簪子。到了清代乾隆就大量的仿制子刚玉牌，这早就不是子刚那个人了，就跟那个石大明那个壶似的，到处都是。是，真有几个是真的，真是太帅了。你看龙的这种感觉哈，咱都说苍劲囚龙，你看这个小龙这种感觉哈，苍龙教子，大龙的威严啊，小龙的憨态可掬啊。苍龙教子是非常，就是说在玉带钩上特别常见的一个主题哈。这在明代里边就算细路工了哈，非王侯将相不能及的啊。普通老百姓，就随便你找个拿个绳一系裤腰就完了，还弄什么带钩哈？那时候不都是大衣嘛，勾到这个身份的象征啊，也是一种礼仪的象征。所以这是一个特别什么？有时候这老板都是熟人，所以是。就夸一夸哈，你要在别的店里一夸，你这东西买都买不走。这种，因为你想明代到现在，咱就按明末来说哈，1644年到现在多少年？就说300-400年前啊，那个时候人们就经过佩戴了，传世到现在啊，基本都没有说损耗。可见就是说每一任堡主啊，爱惜有加，因为一看就不是平常的东西啊，包括这上边。这种青色啊，非常漂亮。这应该在那个时候看水族就是一块籽料，15000。开上好久没见了。见来的时候啊，我最低都是1万2万。你来了呀，就是也真喜欢，知道是，东西是不错，但是呢，能注重它的这个干活呢，16600。16600啊，做个吉利数。一开价你也明白，这个根本啥呢，也是就算实价。这全是低于2万不出。所以2万多要手里自己穿，咱就活着我找个真正传世的东西。活着原来，对，活着原来。还是说低于2万不走他来。东西挺难，咱入咱手呢也是一种安排，保存点品相。这是今年当中老大哥手里上等的了。微信收看16600元。今年推一下，简短是软饭。就是说能买到咱手上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我跟您说啊，这买完了，我跟您说啊，哪有办事？能说能指点，对。他们买就花了5万。这个有戏。这料这料很密度。当时我上手的时候也是50收。我不管你多少钱收的，你也别管我多少钱卖。那是，就是我一旦买了，那是我收益。你能发挥到他那个情况，你跟你那群人，那是你那一部分人。其实我这人挺实在。对，咱这不是我这哥们这不一直录着吗？你这我完全可以不录。我明白。对，不录拿就是我就说
3万买的，抽这，我就说3万买的，你我给你了。给了，给了，放哪了？放这，放这，放这。你就说咱就说3万买的，那你给我加2000块钱，人家肯定给你加。你像这种东西，你说在拍卖会上，你3万5万想都不用想。有。确实有。这个，这两个呢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790。这个呢？拿过的拿回去2千。那是233买的，后边。但是俺给咱这夸张呢，是他10两3个给。4块钱是吧？咱这个微信里面叫什么？我这个微信的人太多，微信全是我微信已经满了，动不动就得往外拉一些联系不上的，确实没办法。这个你好吧，是的。刚才啊，急急火火的说了一下，其实有很多东西啊，常有说都说，哎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怎么说呢啊，环境各方面不适宜讲。其实我一看到的时候，我就有些激动，就大体问一下啊，电台但凡在这个级别相当之高，那具体有多高呢？我就不说了。那是再欣赏一下这个地心罐。地心罐对于他来说的话，就是一个陪衬啊，这个适合所有大众人收藏啊，年份好啊，明代前后的，非常非常的。这上面都有这种隔离光啊，器型规整啊，这还有点凸啊，带着元代的风格。你想想这么好的年份啊，古朴雅致啊，每回收到东西都特别难免的这种兴奋啊和激动，因为回去以后感觉精神啊无比的充实啊，充分的疗愈，欣赏，说不出来。把很多老藏家、收藏家的心情对这个可以，相信都是这种心情。我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。